历史上真有如来吗？他是神仙吗？他能上天入地吗？他降服孙悟空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你好阿涵，修习正念冥想17年，只跟您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上一集我们讲到非正统六派，也就是六师外道，他们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婆罗门，婆罗门也不甘示弱，在后续的几百年中，陆续发展出了一套补丁哲学，以迎合新的形势，弥补旧理论的不足。但现在要等一等，因为我们真正的主角还没有出场，他的出现将对世界文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沙门思潮中最大的赢家是两位，一位是耆那教的大雄，另外一位就是老师。老师也被婆罗门划分到了非正统派中。这一集我们就讲老师的经历。老师的名字在梵语中叫做 Sakyamuni， 这是大家对他的尊称，意思是释迦族出生的圣人。他本名叫悉达多，姓乔达摩。乔达摩的梵文读作 Gautama， 也翻译为瞿昙，经典里常出现这个名字。乔达摩的意思是最尊贵的牛。从吠陀时代开始，印度就崇拜牛。印度的姓通常能识别出种姓，乔达摩是刹帝利种姓。如果寻根问祖，据说能溯源到甘蔗王建立的太阳王朝。悉达多是易成就者的意思。老师出生在释迦族，释迦族所属的国家叫迦毗罗卫国，首都是迦毗罗卫城。当时印度已经分裂成16国，还有4个小一点的共和国，迦毗罗卫国就是其中一个，是个半独立国家，是乔萨罗国的附属国。16国中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，霸主是恒河南岸的摩羯陀国，西北方的乔萨罗国和东北边的拔奇国。迦毗罗卫国并不强大，像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弱国。玄奘大师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记载，当时那里已经荒芜，迦毗罗卫国方圆4000多里，空城有10多座，内城周长14、5里。吕程老师说，当时迦毗罗卫国有8万户，50万人，这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，也不像另外一个极端说的只是一个乡镇。迦毗罗卫国的首领是选举出来的，这个首领称之为王，虽然不是终身制，但通常能连任。他们家族威望比较高，爷爷狮子峡王，父亲净饭王，3个伯伯白饭王、胡饭王和甘露饭王都曾经是各城市的首领。迦毗罗卫国由10个城市组成，迦毗罗卫城是其中最大的一个，设有议事厅，大事由各城市首领一起商议。他的母亲叫摩耶夫人，摩耶夫人在怀孕9个月后，收拾行李和一些贴身仆人回娘家天臂城。印度的风俗，女人生孩子要回娘家，在回家路上，她路过了南毗尼园，这个花园非常漂亮，无忧树花正在盛开，鸟语花香，花园里还有池塘，池水清澈，于是她让大家停下来休息。摩耶夫人正在欣赏花园美景，去够那无忧树的树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师出生了。在传说中，他是从摩耶夫人的右胁而生，就是右边肋骨这里。当然，这里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，这里有2种理解，一种是信仰上的，经典这样说就是对的，经典怎么会错呢？这是圣者，不是凡夫俗子能想象的。另外一种，前面3集我们讲了吠陀时代和奥义书，我们就明白印度文化很喜欢编故事和神话，还创造了延续几千年的种姓制度。这后面的精神根基就是神话和信仰。而且当时这些内容都没有书面记录，连背页都没有，都是靠背诵和口头传诵，容易出错。后来又分裂成不同宗派，不同派别教的难免夹杂自己的理解和看法，所以才有后面几次经典集结。看经典时，里面真真假假，要注意区别。有些人认为离经一字即同魔说，对经典不能有怀疑。其实凡是谁说的就一定是真理，这种态度反而是老师所反对的。老师很强调理智，反对宗教式的崇拜。有一天他给大家讲课，讲完之后，他问智慧第一的舍利子，刚才我讲的内容你相信吗？舍利子回答，老师，我现在还没办法完全相信，我需要思考和练习之后才能确定。老师非常赞许这样的态度。
当然，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思路，一个角度。我们摆事实讲道理不一定对，兼听则明。后续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，我们会把传统的说法和有冲突的地方比较靠谱的说法提出来。你是选择信仰式还是选择理智，自己决定。为什么说从右胁出生呢？一些人认为圣人怎么能从下体出生呢？那显得多污垢。在吠陀中，婆罗门是从梵天嘴里出生的，刹帝利是从梵天手臂出生的。据说印度很多圣人都是从右胁出生的。到这里，拳师们可能要揭竿而起了。还有摩耶夫人梦到六牙白象入胎，这到中国也有，像汉高祖刘邦、隋文帝杨坚都有记录。妈妈们梦到飞龙在天，天现异象，满天红光指其东来，于是怀上了他们。但信不信由你。接着又是大家都熟悉的典故，老师一出生就会走路，步步莲花，东西南北各走7步，然后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说了一句豪言壮语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说完以后，大地震动，天神来拜，二龙降水，接着又回归到普通婴儿的状态，从零开始当个乖宝宝。这样说的目的都是为了突出老师天赋异禀，不是一般人。毕竟大多数人喜欢猎奇，至于信不信，自己决定。紧接着的问题，老师是哪一年出生的？这有好几种说法，各宗各派说法相差非常大。中国学者根据南齐时翻译的《善见律毗婆沙》里边有众圣典记，就是从老师入灭后到南齐翻译那年团建的时候，每年添加一个点。当时是公元489年，一共是975个点。道推德入灭于公元前486年，出生于566年，与孔夫子同个时代。这个时间点和很多证据基本都对应上了，所以大多数学者基本都认可这个时间段，或者相差个3-5年。印度文化不喜欢严谨的记录时间，经典里总是说一时，就像我们讲故事的时候说从前有一天，所以研究起具体年代很头疼。我们现在知道实有其人，也实有这些事，因为有实在太多的证据，一些细枝末节先放放。他出生7天以后，摩耶夫人就去世了。老师有姨母养大，姨母叫大爱道瞿昙弥，是摩耶夫人的妹妹，也嫁给了净饭王。孩子出生后，净饭王请人算过，说这孩子呀，将来或者成为转轮圣王，或者出家成为觉悟者。净饭王中年好不容易得到一子，可不想让他出家，要传宗接代呢，所以从他一小就严格限制他出门，不让他看到世间痛苦的事情，同时为他建了3座宫殿，分别在雨季、冬季和夏季居住，让他过得奢华的生活，沉浸在物欲享受中。其实这些并不夸张，在当时印度有权势的刹帝利和商人中是比较常见的。再说了，当时房价也不高，不像北上广深。老师成人之后，净饭王给他安排了婚事，妻子叫耶稣陀罗，他们结婚生下了一个孩子罗睺罗。生活看上去很美好，但他为什么要出家呢？那个时代并不平静，当时各国互相讨伐征战，迦毗罗卫国也经常受到威胁，首领们都要面对和处理各种危机。在表面的欢乐之下，老师还是感觉到不安全感和空虚。他发现感官的快乐稍纵即逝，根本无法把握。慢慢的，痛苦越来越强烈，他发现这一切都是无常的、苦的。但是沙门思潮已经开始了，也影响到他。虽然他熟读释吠陀，也了解奥义书，还学习各种琴棋书画、射箭技艺，但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。于是他决定出家，寻找不死的解脱之道。还有一种传统讲法，有那么4天，他分别从4个城门出城，也就这么巧，分别看到老、病、死和一个沙门。于是他想着人生太痛苦了，所以要出家。巧合的就像迪士尼的公主王子童话。不管你信哪一种说法，老师当年的确放下荣华富贵和家庭出家了。那年他29岁。他从迦毗罗卫出发，渡过恒河，进入摩羯陀国。在王舍城乞食的时候，他遇到了频婆娑罗王。国王看到他英姿飒爽，气度高雅，跟他说，要不别流浪了，以后你跟我混，吃香的和辣的。老师当然没有同意，他先跟当时非常有名的大师阿罗罗在那里学习冥想，修到了无事业定中的无所有处定。之前我们分别讲了观呼吸、
还有几种慈心冥想，这些都能进入色界的四禅和无色界定。而且加勒老师特别强调会观的内容，这是和其他宗派不同的地方。他把无所有处定学会之后，就问阿罗罗：您还有更高的法吗？阿罗罗就告诉他：我就修到这里了，到这里就好了啦，以后你跟我一起带弟子吧。但老师认为只是这样，并不能真正解脱，于是他又探访请教其他沙门。第二位是罗摩子，罗摩子定力更高，能到达无色业定的最高级别，非非想处定。用了不太久，老师又学会了，这是一位超级学霸。于是他也问罗摩子同样的问题，和之前一样，老师发现只是单有定力没办法解脱，但当时已经没人可请教了，于是他到了摩羯陀国的苦行林，在那里进行了6年的苦行。因为苦行在印度很流行，大家认为这样就可以解脱。怎么苦行呢？那里是深山老林，有各种飞禽走兽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月黑风高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深山里一个人待过？胆小的人可受不了。有一次我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山上露营，黑灯瞎火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早上醒来才发现帐篷旁边就是一个坟墓，但我们的坟墓和印度的坟墓可不一样。那时的头陀行也是一种苦行，摩诃迦叶他们就经常睡在坟地里。印度的坟地也叫湿陀林，不像现在的墓地，那是乱坟岗。一些首陀罗贱民死了之后，就草草扔到了这样的地方，这些头陀行者就选择这样的地方过夜，修不净观。上一集讲的耆那教，还有一些苦行是藏在刺上面、荆棘上面、牛粪上面睡觉，一直举着手，或者好几天不吃东西，这些老师都见识过。他就这样在那里冥想行香，非常自律，而且用功，每天只吃1-2粒米，分餐露宿。但是苦行并没有让他得到什么智慧，反而让他身体极度虚弱，四肢无力，皮肤松弛，毛发脱落，前胸贴后背。就这样经过了6年苦行，他发现自己快死了。他明白自己已经做到了人类的极致，如果这样还没办法解脱，那苦行也不是正确的方法。于是他放弃了苦行。他回顾年轻的时候，曾经在农耕节时在树下冥想，进入过初禅。初禅时的喜乐很安定，但当时他太虚弱了，无法进入初禅。这时牧羊女上身出现了，他看到树下的这位沙门奄奄一息，就供养了他一些卤粥。他接受了这些卤粥，喝完卤粥后，身体慢慢恢复了元气。他刚做沙门的时候，净饭王担心他，派了5位大臣来劝说他回去。劝说不成功，这5位干脆也做了沙门，一直跟随着他，也跟着修苦行。但他们看到他和女人说话，还喝卤粥，心想完犊子了，这家伙退道了。于是他们抛弃了他，独自离开了。老师到泥莲河里洗了个澡，把自己拾掇干净，找到一棵碧波罗树，就是后来大家叫的菩提树，用草铺了一个座位，发出坚定的誓愿：不成正觉，誓不起坐。于是开始观察呼吸，慢慢进入宁静的状态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有的说定了7天，有的说定了49天。突然有一天，睹明星而悟道，证到了最高的智慧。这说得很含糊，他到底悟得了什么呢？在阿含中说得很清楚，他又这样从初禅一直到4禅，一直安住在禅定中。在一个晚上，陆续证得了3名。宿命明就是能回忆起过去世的所有记忆，天眼明能看到每位众生在这里去世，因为什么业行将出生到什么地方。肉尽明自知也知他是否断除所有烦恼，不受后有。就这样，他证得了圆满。那年他35岁。有人可能问了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定力的深入，发起慧观，的确能带来这些变化，但天眼和宿命的能力也是无常的，需要冥想上持续用功，还需要德行清净。如果你一心追求这个能力，反而容易出各种问题。提婆达多当年就是追求这些能力，他修出来了之后就开始乱来，后来又失去了这些能力。如果你没办法持续用功，没办法德行清净，即使偶尔发起，也很快就失去了。这些如果你用功，自然能体会到。也有经典说，老师当时是悟得了4谛或者缘起，这些内涵其实是一致的。在一些传记中还说，魔王派魔女干扰，魔君破坏，干柴烈火，千军万马，很激烈很刺激。这些还是跟之前一样，你可以把这些理解成老师在降服自己的心魔。
老师强调主观能动性，强调理智，反对盲目迷信。有欲望，有烦恼，该断的断，该舍的舍，他是干脆利落的。老师悟道的地方，后来就叫做菩提伽耶，在那里建了塔。12世纪时，弯刀族入侵了印度，菩提伽耶被毁坏，后来又多次重建，又多次被毁坏，现在的也是后来重建的。老师悟道以后，有一段时间只是在冥想中享受冥想之乐，没有进行任何活动，因为他悟得的内容实在太深奥太难懂了，即便说大家也不能理解，所以他选择了自己独处。历史上有不少辟支佛，他们也是悟得了这些道理，只是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，也不想跟别人讲，顶多临终前放了大招，出火出水就默默无闻走了。传记中还说，梵天下来劝请老师讲法，老师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虽然法很难理解，还是有部分人能理解的，也能修正成功。如果讲法，很多人会因此得利。我应该给谁讲法呢？他想给阿罗罗和罗摩子讲法，但以天眼一观察，发现他们都去世了。于是他想到了修苦行时的5个同伴，他们当时在波罗奈，老师就准备去寻找这5位昔日的同伴，开始了长达45年的传法之路。但是这一路上并不顺利，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你好阿涵，只跟您讲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